大家好，世界上的爱可以有成千上万种的分类，从萍水相逢的初爱到一见钟情的闪爱，从两小无猜的宠爱到救命之恩的恩爱。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存在，因为电光火石之间就能够干柴烈火的发生了。爱也是世界上最玄妙的存在，因为夫妻两个甚至一辈子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初自己瞎了眼会找了他。20多年过去了，张大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到现在为止还是8.2的影评高分，这就是经典或者说经典的爱了。那么2年前赵领王一博的一出《有匪》，目前为止依旧是5.5的影评评分，这算不算是经典或者说经典的爱呢？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有些人说爱情就是游戏，这个说法注定不对，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一场爱情里面，往往被动的那一个总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或者说迟疑的态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确认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方到底爱不爱我呢？想要去确认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因为如果你深爱着一个人的话，你肯定会不自觉的在相处的整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关心着他的一举一动的，他的喜怒哀乐的。就像我的父亲母亲里面的招娣，就像有匪里面的云匪。爱和不爱真的很明显，如果你从他的身上看不出一丝半点的对你的关注出来，那么他一定是不爱你的。魔鬼藏在细节当中，细节决定了成败了。爱你的人不在乎于他会说多少的情话出来，而是他的爱都藏在了一点一滴的细节当中了。在有匪当中，谢允对周匪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就是因为周匪的一句交代比性命重要。从此以后，谢允就把他放在了自己心里面那最重要的位置了。跟着呢，大量的细节开始缓缓地呈现出来了。同样的，在我的父亲母亲当中，一种没有出现爱，也就是完全没有嘴甜舌滑的大量爱的细节，在刻骨透心的背景音乐当中，慢慢地打动了亿万人的心了。1999年，张艺谋的这部《我的父亲母亲》，当年就接连11次横扫了国内外的大奖，完全是超乎了张大导演的所有的预期预想了。就在刚刚，也就是2022年的1月份，这部影片再次的继续的发光发热，继续的摘获了新时代国际电影节的金羊花奖，再次插上了一回世纪末绝唱的这个金字招牌了。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在新闻我的眼里，就是细节到位，爱无需说。有匪如此，我的父亲母亲也是如此。两者都是没有你侬我侬的那一种天长地久，也没有至死不渝的海誓山盟，来来回回都是朴素的日常点滴和用心的互动而已。于是乎，爱不是通过舌头，却能够刻画出来一种入木三分的情深意长出来了。不少人观赏甚至重复的观赏有匪或者我的父亲母亲，都会有一种完全发自于内心的感动出来，而这正是这两者之间的魅力所在。我的父亲母亲的故事相对更加的简单许多，整部片子都在讲述着一位农村少女的一见痴心与百转柔情，而男主呢，出场的场次就很少了，基本上如同女主唱独角戏一般。红色的棉袄，黑油油的发辫，绿色的头绳，铺天盖地般的黄灿灿的树叶，
所有的色彩交织在了一块，构成了浓墨重彩的人生画卷了，犹如云飞的江湖。加上三宝那千回百转、哀怨缠绵的低音浅唱，视觉上与听觉上的反复的冲击，让吃瓜群众们内心所封存的那一份柔情，以及眼中渴望出来的那一份甜蜜，携裹着山呼海啸奔涌而出了。高潮并不多，却能够令人热泪盈眶。一部乡村爱情的纯爱片，居然能够拍出了诗情画意和浪漫主义的唯美与纯净出来，张氏的那种场景真的是大师的满分了。要知道90年代算是事业电影特别高产的井喷的时代。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比不上同一时期的欧美的《肖申克的救赎》以及《阿甘正传》等等等等那些如雷贯耳的人性大片和大师电影，但是呢，环顾中国影坛，绝对这部片子堪称为超级经典的国产优秀电影了。说到这儿，新闻我再次的想起了王一博的《无名》了。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想起来呢？因为黑白的那一种效果。在我的父亲母亲当中，现实部分采用了黑白表现的那种手法，而在回忆的部分则巧妙的采用了丰富的色彩来表现。如此这般，让现实的那种别离与过去的美好形成了相当强烈的反差感出来。要知道当年为了拍摄好这一部电影，张艺谋大导演在剧组食堂的墙上故意贴出了几百张50年代的照片出来，这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伙演员们时时刻刻的寻找出时代的感觉出来。所以呢，这种强烈反差的电影手法，希望我真的是特别希望《无名》也会采用，因为色彩带来了温暖，更加容易带入大家伙的共鸣出来。跟着呢，无论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有匪，打动观众的一条主线，也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在有匪当中，这个问号就是谢允对周匪的感情是一见钟情呢，还是日久生情呢？而在我的父亲母亲当中，刚满18岁的女主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非常的好奇，那个即将到来的那个教书先生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结果呢，尘埃落定，马车骤停，下来的那个教书先生年方20岁。于是乎，女主招娣穿着大红袄站在远处，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新的年轻人。而先生呢，则斯文儒雅，不失阳刚。软禁闻名的漂亮姑娘，也就是女主招娣，在目不转睛之中，芳心已经暗许了。而同样的，在人群当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招娣，也同时间让先生忍不住的回头看多了他一眼。于是乎，这远远望去的惊鸿一眼，彻底俘获了招娣的芳心了。从这一天开始，就像所有初心少女都会产生出来的情愫萌发一样，招娣在不知所措当中，不自觉地埋下了一连串超级走心，而且是细节满满的小心思出来了。这一点超像谢允。谢允在明知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只想最后去看一眼心上人的他，算是祭奠了自己的爱情了。这一份放不下来的痴念，您最终磕到了没有呢？对于堕入爱河的人而言，此时此刻世间万物，什么样的东西是最好的呢？
当然是爱情最大，爱情最好。于是乎，招娣会故意的穿上了新棉袄，认真的打扮一番，再去看那位先生。然而呢，招娣也会刻意的在他经过的路上守候着他，只为偶遇，只为见上他一面。为了能听见他教书的声音，招娣每天都会跑到离家更远的浅井打水。看到他走向井边的时候，甚至招娣会赶紧把已经打上来的水再次的倒了回去，只为多一会儿的时间，多一会儿相处的时间。这种细腻入微的描写与刻画，您想到了谁没有呢？跟着招娣送饭的时候，特地的把自家的青花大碗摆在了条案的最前端，好让先生留意到。而碗里面盛着的不只是招娣费煞苦心做的饭，更是他那颗滚烫无比的心，对骆先生深深的义无反顾的爱恋。可惜的是，就在骆先生也向招娣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之后，就被莫名其妙的被打成了右派了，离开了小村庄了。本来先生已经答应好了，吃完招娣所做的蘑菇馅蒸饺再走的，结果呢，骆先生没吃就走了。于是乎，高潮就开始了。招娣手里面提着蒸饺，绕着小路一遍又一遍的疯狂的追赶骆先生远去的车子。此情此景，恍若云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偏偏谢允的命还不是他自己的，他身上既有前朝重臣的厚望，也有保护他的人的为他的牺牲，还有被连胜下的那个透骨青剧毒。原本在遇到了周肥之前，他本来只想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能活到哪天算哪天。他不愿意为他牺牲的人太多了，只要自己存在一天，内心就会反反复复的承受着这样那样的痛苦。所以呢，他走南闯北，只为了快意人生。毕竟世上一遭，不留遗憾就好了。结果呢，自打他遇上了阿斐，自从洗墨江千机之下出手救了他，这个水草精一样的女孩就让他此生难忘了。从此往后，他的世界被彻底的改变了，再也不是一个人无牵无挂的了。那么谢允有多爱周斐呢？大家伙都知道，一切都隐藏在了细节当中了。话说招娣曾经疯了一样的奔跑，直到摔倒，于是乎蒸饺洒了，于是乎青花碗也碎了，骆先生再也追不上了。跟着呢，又忽然之间发现骆先生送给他的那个唯一的信物，那只小小的红色的发卡居然也给他弄丢了。于是乎悲从中来，撕心裂肺，仿佛一下子爱都没了，一切都没了。招娣一个人一边止不住的哭，一边又失魂落魄的捡起碎掉的那些碗的碎片，仿佛一片一片的都是从他的心头滑落下去的，都滑碎了一般。而且他必须要找回自己的发卡，那可是他魂之所系。在那种情景之下，失魂落魄的招娣被漫山遍野的金秋色彩衬影的那么的孤独不堪。忧伤如同招娣的眼泪，算是湿透了周遭，格外的绵长。那一场的哭戏穿透力极强，搅碎了不少人的心。于是乎，姥姥说骆先生走了，
连招娣的心也一同的给带走了。这一话说的是那么的真切，也概括了所有的人间的挚爱和爱之深沉。尽管后来技艺精湛的举碗匠算是举好了这个青花碗，却依旧弥合不了招娣那破碎成渣的心了。爱就爱到底，宁可九死而不悔。招娣最后决心拖着病弱的身体去一趟县城，去寻找自己的心上人。而姥姥呢，不管怎样也阻止不了九死不悔的这个招娣。他蹒跚上路，却又昏死在了半途当中，幸亏被村里人发现了，救了回来。跟着呢，会面了2天之后，得知情况的那个骆老师偷偷的逃回了村里来看望他。于是乎，他们终于短暂的再次见面了。但是呢，骆先生因为逃跑的缘故，天黑前又被人带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得以团聚的日子又再次的被推迟了好几年。直到后来，他们终于相聚了。骆先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招娣半步了。这一晃，这2个人就相守了整整40多年了。所有经典的结局都会有经典的相似。有匪当中48寨的危难时刻，谢允为了助力周匪，用搜魂针恢复了自己的内力，打出了推云掌，却也使得自己死期将近了。48寨安然度过，周匪醒来，他去看他。周匪心中当时装满了问号，也同样装满了关切，彼此心照不宣着，全在婉转的内心自述当中了。此时此刻，大家不说，只是盯着对方看，都是关切，都是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谢允这会儿一定准备了一肚子的鬼话连篇，等着蒙我呢，我才不问。谢允等他相问，既怕他问，也怕他不问，既等着他问，他却又不问。所谓浓情到极致，最终是无语。大家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说什么都是搅扰的了。爱都在自己的心里面发芽了，并且成长了。这2个人就这么样的凝视着，凝视着。这场景就是明晃晃的我的父亲母亲当中，看着你一生就够了的那种画面感觉了。这一刻的时光在视线当中都已经慢慢变老了。吃瓜群众们此时此刻都难免会想，但愿时光从此打住吧。我的父亲母亲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纯粹。也就是说，远远的看着你，你吃一顿我亲手做的饭，我的眼里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不用去思考，我究竟爱你的是什么呢？爱你其实就是爱你，没有来由，没有原因。这就是人类最朴实无华的感情归一了。电影中的招娣就是这么一个死心塌地、全心全意的人来的。他只想把饺子送到了他的手上就行了，就圆满了。于是乎，他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要跑，要追上他，把自己手中的饺子亲手的送给他。这种非常九死而不悔、死心眼的坚持，打动了所有容易动情的人。跟着呢，每一件的小事，每一个细节，都彻底的表达出来了招娣的全心全意出来了。哪怕看到了先生用过一次的碗，
也会因此因为着挂念止不住的掉眼泪。还有那些张力十足的细节呈现出来的等待画面，不管是一天、一年还是几年，这个招娣都愿意站在路口等着先生归来，不是因为男尊女卑的缘故，而是因为全心全意的爱。每天不同的背影，每天相同的等待，就是那最美好的事情。您有没有发现呢？有匪最打动您的不是服化道，不是山水景，只是那最朴实无华、最交心交肺的爱情，那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名导张艺谋所有华丽丽的作品都没有打动过我的缘故了。偏偏就是这部质朴无华的《我的父亲母亲》，彻底的打动了我的泪腺，占据了我的心灵，也超越了那部《活着》。爱是人情当中或光辉、或复杂、或朦胧的呈现方式，雕刻出来了精美的画面感出来了，于是便成为了一幅幅的深厚的专属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出来了。经典就是值得一代接一代的不停的回溯，就是无法忘怀忘却的历史的光影来的。爱情的味道是一种无法描述的也无法比拟的味道，有时候愿意用生命去换一场飞蛾扑火般的爱情，或者在自己已经确认的仓促而短暂的时间当中，只想好好的拥抱一把爱情来取暖，其余的一切呢就可以彻底的放下了。说到这，从我的父亲母亲，您看到了有匪没有呢？谢允原本想着自己等不到了那一天了，等不到那么美好和深久的时光了，也就是与周匪一起好好去品尝爱情的甜美，一起去牵手走入携裹着甘美爱情的生命的深处。结果呢，此时此刻，周匪突然之间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出来了。他说：日后我再也不冲动了，去哪儿我都告诉你一声，跟你有商有量，好吗？说到这，您发现了没有呢？我爱你，这句人世间最俗气、最老套也最肉麻的话，很多人都是相当被迫的，等到了某一个最特别的日子里、最特别的时光当中，才会去说出那么一两次出来的。然而呢，在有匪呢，这种最朴实无华的言语被完美的替代了，通篇当中都没有一个爱字闪耀，然而呢，通篇当中却都是满心满眼的爱字闪耀。这么样的一种水到深处便无声，情到深处便无痕的爱的最高的境界，其实最要人命，最催人心魄。长久以来，周匪就特别喜欢横刀立马狂歌天下，结果呢，谢允一边帮忙一边苦劝，而且呢还认真的生过一次气。于是乎，周匪的不冲动和有商有量，说白了就是另外这一层意思，就是我知道我让你操心了，让你担心了，以后不这样了，或者说我在乎你，在乎你的感受和想法，在乎你的苦心和等待，希望你能明白我也在乎你。长天浩日，岁月穿梭，我的眼里有了你。最朴素的爱，不就是我的父亲母亲里面的父亲和母亲吗？不就是与天地同寿，长长久久，不离左右吗？
不就是大事小情都会告诉你吗？快乐是你，忧伤是你，但愿睁开眼睛还是你。从今往后，我既然已经选定了你，再卓绝的美景，我也不会再多看一眼了。你是我生命当中最美的旁逸斜出，你不逃，我也不会走了。说到这，谢云呢，被迫的数着生命的倒计时，他也算知足的了。爱情真美，他特别的感激这一路跟着阿斐，追随着爱情而来。那惊鸿的一睹，缘定了3生了。走过万水千山的痴缠，只为爱在心头的怒放。说到这，您看出来了没有呢？谢允和周斐这2个人明晃晃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彼此的牵挂着。在希望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眼里，爱不是用嘴的诉说，而是付上生命的担当和代价。爱不是舌尖的巧语，而是融化冰雪的行动和未来。招娣的爱，谢允的爱，经典的爱，这样的爱，您最后爱了吗？